海南男子用107万彩礼求婚，女友收下后嫁他人，1年后报应惨重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14年9月的一天，周成辉刚睁眼准备起床上班，结果就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疑惑之下，他赶忙开门，结果门外站着的竟然是自己的发小范某。范某跑得气喘吁吁，抱怨给他打电话不接。周成辉解释自己手机静音了，范某没在意，抓紧说重点：小文真嫁给别人了，你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一样？想想看你这5年为他付出多少，就算彼此不合适，那也得把钱给要回来呀。听到朋友的抱怨，周成辉抿着一张嘴，半晌不发一言。他当然知道这天是前女友小文新婚之喜的日子。本来感情的事你情我愿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何况二人都没结婚，他闹分手另嫁他人也不稀奇，自己也无可指责。问题在于他的情况比较特殊。周成辉1982年出生于海南一个富裕家庭，父母都是生意人，白手起家做着一些养家的小生意。家里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条件还过得去。而他因为是独生子，父母对他非常关心爱护，从小在顺境长大，加上父母教育严格，周成辉养成单纯性情，恋爱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。在其读书时代，周成辉和女孩说话便容易脸红，暗恋对方都不敢开口，以至于错过了不少精彩的少年回忆。毕业后，为锻炼儿子的能力，周父把他带在身边学习历练。周成辉有所进步，能帮家里分担了，唯独感情方面依然偏迟钝，好几次参加父母安排的相亲都无疾而终。他不擅长甜言蜜语，更不懂女孩的想法，经常说错话，闹得对方不愉快。而父母为他安排的每一位相亲的对象家境都不错，并不愿意迁就周成辉，相亲的结果自然每每失败。眼看着都快30岁了，周成辉还没正儿八经谈过一场长期稳定的恋爱，结婚的事一拖再拖，都快成老男人了，在相亲市场上也都快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这让父母着急的上火。母亲甚至恨不得把他送去培训班，让他好好学学怎么跟女孩聊天交往。就在周成辉以为自己先天缺缘分时，林小文的出现就像一道破开天际乌云的阳光，为他带来了结婚的希望。而两人的相遇发生在2008年的一场朋友聚会上，当时好友向他介绍对方，林小文比他小1岁，毕业于知名大学，长得漂亮，说话温柔。林小文的闺蜜与周成辉的好友是情侣，两人通过这层关系结识，自然熟稔。周成辉笨拙地请她喝酒，林小文看出他的紧张，扑哧一笑，三言两语缓解了气氛。周成辉第一次觉得有女孩能明白他，不由自主对林小文产生好感。相处时间越长，周成辉越直观感受到林小文情商极高，无论什么场合，他总是不留痕迹照顾她的感受。认识2、3月，周成辉捧花表白，为壮胆，还拉来其他朋友围观。林小文在起哄声中点头表示同意。一开始，周成辉的母亲对于这个没见过面的未来儿媳有些不放心，在看到儿子笑呵呵地回家后，便叮嘱让他把女友带回家看一看。周成辉听到后觉得没问题，便答应了下来。当他提及此事时，林小文也没有多想，没几日便准备好礼品和他一起上门。而他也很会说话，拜访时哄得周成辉的父母笑开花，认可了他们的交往。
林小文本身熟谙财务，周家的一些生意他能从旁协助，而周成辉又对林小文格外钟情，看到他喜欢管理财务后，便将生意上的一些事情和他细细道来。而看到两人甜蜜的身影，以及林小文接管财务后，儿子生意上也确实有所进步，所以即使林家条件和周家差一截，周父周母依然认下未来儿媳。关系稳定后，两人搬到一块住。周成辉想在30岁前结婚，林小文却每以还要忙工作之类的理由推拒拖延。好不容易2011年开始商议婚事，林小文又提出要全额买婚房，房产证上必须加他名字。考虑到儿子的幸福，周母答应下来，花160万在市区新购了房，50%的产权归林小文。婚房还在装修中，林小文再次提出要有车方便出行。在儿子的坚持下，周母又花27万为林小文单独买车。喜提新车的林小文十分兴奋，第一时间拉周成辉出去兜风。周成辉算了笔账，他与林小文在一起，吃喝用度大多是自己付，除掉这些，房车部分家里就送给林小文107万，在当地算天价彩礼了。他满怀信心，认为这时候求婚，林小文必定答应。没想到林小文先给他打了预防针，不许私自准备求婚仪式，不许再找人起哄，结婚的事等他再想一想，做足心理准备。这下周成辉急了，都在一起好几年，怎么还不能修成正果？一个急躁，一个不紧不慢，逐渐爆发争吵。林小文一反常态，对周成辉动辄怒骂指责，往日温柔的模样完全消失，频繁提分手。周成辉不愿分手，百般挽留，谁知林小文好似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房车全部收下，婚礼遥遥无期。眼见女友绝情寡义，周成辉陷入崩溃。周母为儿子不平，告诉林小文分手可以，但彩礼必须还，至于其他花销就算了。林小文允诺，没想到真分完手，他还占着房车。周成辉更听到个令他错愕的消息，分手没1月，林小文就公然带新男友在外招摇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周成辉难以理解，好歹谈了几年，林小文的变化实在太大，他再好脾气也没法忍了。眼见着林小文把他和母亲拒之门外，找一大堆借口，不肯还钱，还整天忙着准备闪婚另嫁他人，周成辉十分生气。林小文婚礼的日子终于到来，朋友范某替他觉得不值，周成辉拍拍他肩膀，不用激动，我早想好怎么对付了。另一头，林小文高高兴兴举行婚礼，新郎是他的大学同学，比周成辉高，比周成辉帅，家境虽然稍微逊色，也还好。亲友赶来祝福，同学送上贺礼，一派热闹的景象中，突然出现不速之客。新郎和新娘的情况，周成辉已经私下调查清楚。林小文的新郎与他在大学校园就有过一段恋情，虽然毕业后短暂分手，依然旧情难忘。这两个人过去如何他不关心，他关心的是林小文与对方重新交往，竟然是从2012年开始。那会儿林小文还是他的女朋友呢。无怪乎他能一边以婚约的名义要房车彩礼，一边能毫不留情冷漠提分手，原来早就做好带钱跑人的打算。周成辉有点不耻，想到自己和他交往数年，付出真心，深感反胃。他没有打招呼，忽然出现在林小文的婚礼上，满脸微笑。林小文愣住，神色变得紧张。周成辉不紧不慢，以普通朋友的名义
当着众多宾客的面为林小文送祝福，祝他和新郎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，半句不提双方纠纷。林小文的表情缓下来，直到周成辉从怀里掏出红包，才彻底傻眼。那哪是什么红包，分明是一份受理通知书。周成辉已经告到法院，只等开庭了。他带着一脸笑容来参加婚礼，给的却是这种礼物，不辱骂，不闹，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记得出庭。林小文转头，便见公婆的脸色差到了极点。周成辉做完这些，迅速拉着朋友跑掉，连更多反驳的机会都不给他。林小文咬牙，恨得险些当场失控，可他却不得不面对周成辉的起诉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，以下情形法院应支持：一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；二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的；三、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。法庭上，林小文辩称周成辉从未向他求婚，周母买的房车属于双方财产混同，他参与了周家生意，所以这107万的彩礼应属于同居财产，但被周成辉驳斥。林小文拿不出证据，他这边证据充分，足以说明林小文本就是冲着骗彩礼来，母亲购置房车是为他结婚做的准备。所以这100万的财产不能平白送给林小文，若是结婚还罢了，偏偏林小文骗钱的同时还欺骗感情，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白忍这口气。经法院审理，确认周成辉与林小文2008年确认恋爱关系，为结婚而同居至2013年，周母对购房车的全额出资，是为这对情侣缔结婚约目的所做的大额财产给付，应当认定为彩礼。而由于林小文在收受这笔为结婚而给予的财物后，依旧于2014年与他人结婚，违背赠与合同的附带义务，给予男方周成辉结婚之目的。于是，当周成辉起诉要求其返还婚约财产时，理由正当，法院应当予以认可。2015年，法院在经过审理之后作出判决，判令林小文返还房屋名下产权份额，涉案的小轿车归周母所有。至此，本案便已经结束，但受尽林小文折磨和背叛的周成辉的报复还没有结束。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，周成辉不动声色将整个案件过程通知给林小文的新婚丈夫，让他们一家人知道林小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对于林小文来说，周成辉的这一招太过阴险，让她即便是回家后，面对新婚丈夫一家人的阴沉脸色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。而受父母影响，再加上彼此在上大学时虽有感情，但毕竟不深厚，而林小文与其结婚目的是否纯良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男方一家人也感到了怀疑。于是，林小文新婚不久便被迫与丈夫离婚。林小文赔了夫人又折兵，1年下来，林小文受尽折腾，手中空空，还落得个名誉受损，周围人无人敢与其结婚的结果。对此，他懊悔不已，但说后悔已经太迟了，周成辉也不可能再次接纳背信弃义的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